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呢，全世界在礼拜一的股市的开盘呢，日经指数呢大跌超过1600点。台股呢也大跌将近700点，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下滑，市场上大家现在在看川普在4月2号的对等关税呢，这一当大刀到底如何来这个斩下来？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川普从1月20号上任到现在，那么全世界笼罩在川普的关税的旋风当中。这当中我们要慢慢看到，川普不断的在诉求让美国再伟大，但是在美国再伟大的路上呢，现在看起来整个在资本市场并不是随着川普的指挥棒呢走他的路线。但是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上个礼拜呢，川普对汽车开征超过 25% 的关税。这个汽车关税开征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汽车的来源的产地呢，墨西哥占1820亿美元，因为很多包括比亚迪的生产基地都在墨西哥，欧盟670亿，加拿大呢560，日本呢也大概在560亿，韩国呢是490亿美元，中国呢220亿，中国的220亿呢，其实它是附着在墨西哥占的相对大的比重。这个关税大刀下去的时候呢，在这一轮当中，它对全世界的经济呢带来的冲击是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川普在国内呢，他现在上任不到3个月，但是呢，在美国的境内呢，现在反川普的声浪呢，相对非常的巨大。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反川普关税的余力当中这当中也包括反马斯克。你看到马斯克的现在的美国的街头有人把特斯拉的旗子呢，他扣上一个这种纳粹的这个旗子。那么这个旗子也告诉大家，马斯克呢现在成为美国的众矢之的。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川普上任之后呢，他对美国现在的相对庞大的债务呢36兆美元，川普耿耿于怀。他认为美国的债务如果一直膨胀下去呢，会对美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所以川普呢裁减关税列为他首要的目标。同时他又任命马斯克来负责政府效率部门。这个斗局呢现在不断的裁员，整个所删减的这个机构或是预算呢，包括美国的教育部，然后呢很多的援外的机构呢，现在其实都已经停下来。这个停下来以后呢，大家要非常注意的，过去的世界呢是靠美国的消费撑起了半边天。为什么呢？美国的消费呢让全世界的货品能够进口到美国，所以美国的贸易额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它创造每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这一些国家呢，又把贸易顺差呢，它所换得的美元呢，透过央行的形态呢，再去购买美债，这个形成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资金的供应链。在这种供应链当中现在川普一刀拿起来把它砍断，这个砍断以后呢，它一定会对美国的经济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从马斯克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你看到美国的街头有人把它形容像纳粹这样一般的在摆在街头，也告诉大家，当美国要努力删减预算所造成的后坐力呢，美国很多人突然之间失掉了工作。这个失掉工作以后呢，美国开始春节开支，很多人不敢消费，带来的现在消费信心的滑落呢，大概已经降到2年来的新低了。当美国不再是一个消费大国的时候呢，中国的消费其实已经很停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会引发对全世界经济重大的影响。3月呢，美国股市大概道琼跌了2267点，而现在这个跌势不断的在扩大当中。标普500呢下跌 6% 以上，而纳斯达克呢跌了 8% 以上。同时呢，现在的汇成半导体呢跌幅超过 11%。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3月的美股的下跌，它是成为全世界灾情的重心。我们要很严肃的来看，美国在这一场关税大刀当中，如果4月2号它是砍向全世界，那么大家也知道，关税的形成呢不是一天造成的，也就是说贸易的形态呢，从最早的以物易物，然后呢到用货币来交换，然后呢每一个国家它有不同的供应链，它有产品的产业的强项，也有弱项，很多的产业它建立在一个互补的机制上。我们如果用台湾的例子，台湾每一年都对日本造成有300亿美元的贸易的逆差。为什么？台湾必须
须向日本买精密设备、仪器或是化学材料，而台湾对中国呢有庞大的顺差，这个顺差最高到1000亿美元以上，现在呢到去年还有700亿左右。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向台湾购买半成品或设备零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对中国保有非常大的顺差，而这个顺差形成不是刻意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产业分工的形态，它自然形成。现在川普他一定要去深究说哪一些产业他透过洗产地，比方说像类似墨西哥，他有1820亿的汽车的进口啊，到底是谁躲在墨西哥后面，那个要细分。同时呢，透过国家补贴不正当的手段呢，造成整个竞争的扭曲。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川普要再更加细腻来处理关税的问题，而不是一刀切。那这个情况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所影响的范围一定是非常的巨大。这个每一个国家它的顺差的组成结构上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川普是一刀就切下去的话呢，我相信这一刀很可能会砍到自己的手脚。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看的，美国经济形成当中啊，有重要的3只脚，一只脚呢是消费，美国消费撑起世界经济的半边天。现在在马斯克极力砍预算之后呢，他把消费这一只脚就砍断了。好，现在呢，川普开始扣关税，而扣关税以后呢，大家对未来经济的前景，大家从原来乐观啊，现在变成悲观，它引导股市的下跌。到目前为止，全球股市哀嚎遍野。如果这个情况再下去的话呢，美国现在另外一只脚呢，因为股市下跌所引发的投资的缩减，投资意愿的下滑呢，包括政府支出、民间支出都缩减，我相信这个世界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而关税大刀砍下去之后呢，出口不但不会增加，出口会萎缩。如果美国的消费、投资到出口3只脚全断，我相信对美国再伟大，它等于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警讯。这是现在川普在挥舞关税大刀的路上呢，美国一定要非常注意的。如果这个刀用得不好，用得过狠，那么我相信会对美国带来非常巨大的负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我们要稍微看一下，现在在美中角力当中呢，这个李嘉诚的集团现在有变数了，他暂时缓下来要跟贝莱德的签约。现在看起来川普给巴拿马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中国也给李嘉诚的长和集团很大的压力。现在这个卡在半空中啊，在美中角力下呢，巴拿马运河的变数到底如何来化解，这是值得大家后续来观察的一个重大的变数。另外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在这个礼拜当中呢，缅甸的8级以上的地震呢，把缅甸众多的寺庙夷为平地。同时啊，我们也看到在这一场泰国的审计大楼的建设突然之间啊，它垮下来，整个沉下去了。那这当中啊，它一定会冲击到泰国未来的经济。我们如果稍微回想一下，在921的重大冲击当中呢，台湾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好，现在泰国股市在全球调整当中呢，它其实屡创新低，泰国已经回到2024年的一个低点。那么现在塔信的家族呢，领导泰国的政府，它是非常显著的亲中。那观光业之外呢，泰国希望走向一个赌业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泰国有非常多的传统产业已经遭受了中国巨大的撞击。台湾现在在泰国投资第一大市值的公司泰达电呢，在上个礼拜呢，它盘中大跌将近30%，股价呢从最高173块半呢，一路跌到最惨67块半。那么现在在69块泰铢左右。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泰达电的市值呢最高到 1.89 兆，那么现在跌到9000亿泰铢左右，大概少到9900亿。那么这个在作为泰国第一大公司呢，因为获利稍微缓和下来，市值呢大幅萎缩。我们看到在过去我们曾经参访过泰达电的公司，那么我也跟泰达电的泰国总经理张才兴先生那么一起合影，他们在利电上有非常多的建树。但是现在看起来泰达电在泰国一方面呢，泰国的产业链台商在过去一段时间他投资泰国，包括我们看到泰金宝，也包括 JPP， 包括泰鼎。那么我们在泰国的参访的路上呢，我们感受到台商在泰国希望把泰国变成一个整个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也包括电动车的重要零组件。那泰达电是台达非常重要的子公司，股价飙涨呢，对台达电是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但现在看起来泰国的经济一方面呢，传统产业受到中
中国的廉价杀戮现在灾情惨重，而另一方面呢，它在高科技呢，它跟台湾的相对的磨合呢，还是有待努力。那么泰达电这次股价大跌，其实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大的警讯。同时你看到泰鼎，那么去年在泰国1年亏损大概1个股本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台商在泰国的生产基地呢，现在开始有点警讯了。那么在这一次地震之后呢，泰国的经济可能要花一点时间重建。那么这个重建当中大家要非常注意的，它跟中国的连结，如果在关税大刀砍下去之后呢，泰国很可能在供应链呢大受影响的情况之下呢，我比较担心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从泰国开始呢，会不会造成更巨大的影响跟冲击，这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